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减法穿搭，如何将岁月化为气质的底色，穿出从容和清爽。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你是否也曾想过，女人过了中年，如何穿得优雅又高级？我遇见过一位白发奶奶，她从不盲目追逐流行，也不为取悦别人而改变自己，却依旧在人群中光彩夺目。银白的发色映衬着清爽得体的穿搭，每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她深谙减法穿搭的秘诀，把简约穿出高级感，将岁月化为气质的底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她的穿衣秘籍，看看如何用简单有质感的搭配，穿出从容与风采。一、裤装穿搭。女人有了白发之后，穿搭就要学会做减法，花里胡哨的打扮模式只会适得其反。将白发盘起来，换上条纹衫和牛仔阔腿裤，活力满满。垂坠感出众的西装阔腿裤，线条顺滑修长，穿上身能自然延伸腿部比例，显得格外挺拔。搭配一件长款无袖衬衫，内叠白色背心，不仅增添层次感，也让整体造型更显清爽雅致。此类同色系的穿搭，可运用繁简相融的方式来呈现。例如以深卡其色印花收腰衬衫搭配卡其色阔腿裤，在色调统一中保有变化，不仅提升了造型的协调感，也为整体增添了细腻与优雅的气息。初秋已至，有先见之明的女人都开始买秋装了。收腰款式的短夹克，叠穿白色衬衫，干练又利落。当裤装的款式相对基础时，不妨将造型的重点放在上衣的设计感上，以此为整体增添亮点与层次。像这款不对称设计的斜领 T 恤，线条错落有致，既打破了传统圆领或 V 领的单调，又能巧妙修饰颈肩曲线，让造型多了一份随性与时尚感。搭配简约的基础裤款，便能在低调中展现独特品味。休闲风的穿搭看似随性简约，实则对衣品与搭配功力要求极高。以基础款外套搭配带有图案的 T 恤，既能保持造型的轻松氛围，又为整体注入一丝俏皮与活力。下身配上剪裁利落的牛仔直筒裤，不仅修饰腿型，还能在视觉上达到显瘦与拉长比例的效果，轻松减龄10岁。2、裙装穿搭。浅色系单品向来自带柔和与清新的氛围，对于减龄效果尤为出色。像一件珊瑚粉的中式薄衫，色调温润而不张扬，既映衬气色，又凸显温婉气质。下身搭配一条米白色纱裙，轻盈飘逸，行走间微微摇曳，将古典的优雅与若有似无的仙气融为一体，营造出恬淡脱俗的初秋意境。中式风穿搭对大龄女性而言，既是一种风格选择，更是一种气质的延伸，能够将骨子里沉淀的优雅与从容自然流露。立领设计的白衬衫简洁而不失端庄，衬托出颈部线条的修长与精致，搭配一条马面裙，裙摆层次分明，行走间韵味悠长。连衣裙是优雅的代名词，收腰款式的立领连衣裙，裙身加入捏褶设计，显瘦又藏肉。踩双平头露趾拖鞋，尽显轻盈感。浅蓝色的落肩衬衫连衣裙，配色清新显白，版型微宽松，穿在身上特别抬气质。搭配白色手提包和鞋子，别提多养眼了。真丝材质的无袖连衣裙，裙摆位置很适合采用拼接设计，丰富造型的同时，又可以拉长身形线条，配平底鞋也很显高。
波点是比较俏皮的时髦元素，大波点覆盖在连衣裙上，不会有刻意扮嫩的现象，简约又大气。奶奶辈的穿搭无需太过复杂，基础款式的无袖收腰上衣，搭配卡其色大摆裤，为了避开拖沓感，建议可以配双低跟鞋。藏蓝色是非常成熟稳重的色调，对黄黑皮也很友好，适合大面积覆盖于连衣裙当中。纯色比花色更耐看，适配度也极高。一件平平无奇的衬衫裙，加入腰带之后，瞬间就可以分割身材比例，小个子特别友好。裙摆位置遮住小腿，优雅又藏肉，套装驾驭起来比较轻松。像这一套灰色短袖加高腰阔腿裤，延伸性就特别好，面料柔软亲肤，舒适度特别高。大红色也很值得奶奶辈去尝试，鲜艳亮丽又不显艳俗感，用于针织短袖当中特别抬气质，搭配藏蓝色伞裙优雅至极。黑白配是永不过时的经典配色，黑白格子短袖配纯黑色纱裙，就能突出造型的重心。配饰和鞋子选择彩色更亮眼，衬衫裙的美没有人能够拒绝。特别是对于奶奶辈来说，像这种藏蓝色的系带衬衫裙，上身知性又得体，真是美到了骨子里。这位白发奶奶用她的穿搭告诉我们，不必盲目追逐潮流，也不必刻意取悦他人，真正的美是在舒适与自信中绽放。她用简约有质感的单品，结合精准的配色与剪裁，将减法穿搭演绎得高级而耐看。正因如此，她在人群中总是格外亮眼。说到白发与优雅的完美结合，不得不提到另一位让人惊艳的传奇，95岁的盛瑞玲奶奶。她白发不染，不穿老年装，却依然年轻时髦，风采动人。70岁出道老年模特圈，90岁和孙子拍摄短视频，从此进入直播带货行业。这像梦一般的小说情节，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并且在她的眼中，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也正如盛瑞玲奶奶的个性签名一样，因为忙着美丽，所以没有时间变老。是啊，老了之后不一定只有身形佝偻，步履蹒跚，也可以是时尚界冲锋上阵的主力军。那接下来就和咖啡屋一起来探寻，这位自己人生的掌舵者盛瑞玲，本该是年老色衰的年纪，却如何活出了人人羡慕的状态。一、神仙奶奶盛瑞玲的白发是她反油腻的法宝。一、为何被人视作显老元凶的白发，却依旧年轻的原因在哪儿？正如盛瑞玲奶奶所说，白发是岁月的勋章，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去研究让自己变美显年轻的方式。那接下来就看她是怎么样去实现的。答案一、干净整洁。其实盛瑞玲奶奶的白发依旧年轻的原因，并不是什么花哨的装扮，而是她很注重发型的干净整洁，很少会出现油光满头的情况，再加上头发长度在耳朵附近，干净又利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意思。这相比于我们一直追求的长发及腰的黑发，反倒会让整个发型效果达到最佳状态。答案2、蓬松感。另外，白发的蓬松感也很重要。如果白发不烫，照样会出现贴头皮显脸大的情况。因此，盛瑞玲的发型基本上都会将头发从发根到发尾烫成微卷，既不浮夸，又能达到显发亮的效果，自然而然散发出的灵动空气感，才最让人感到舒服自在。答案3、不挡额头。不仅如此，白发造型若想显年轻，额头也要像盛瑞玲奶奶一样大大方方地露出来，
虽说留刘海能遮住额头上的衰老痕迹，但对于五官小巧的女性来说，这可能会让五官看起来更加小家子气，一点都不大气。2. 白发也有自己的专属发型。事实上，当你有了白发之后，你会发现，原来白发造型也可以做到如此美丽，特别是下面这3款白发的专属发型，简直是让你打开时尚界大门的通关卡。一是酷感耳上短发，对于上班族、事业女强人等来说，为了更加突出你做事情的干练与果断，建议你直接剪盛瑞玲奶奶的短发造型，剪去3000白发，让你摇身一变霸道大女主。这个发型的打理方式也很快速便捷，当你早上来不及精心打理时，随便一把气垫梳一梳，凌乱感瞬间一扫而光。并且当你穿着衬衫、西装等有领口的服饰时，还能为你拉长脖颈线条，这样的快乐想想都会嘴角上扬。2是精致 bob 白发。然而也有的人不喜欢盛瑞玲奶奶同款英气发型，就喜欢温婉大方的感觉，但又很喜欢短发的利落，那 bob 头白发造型就像是为你们量身打造，长度在下巴附近，再配合大弧度的外卷弧度，还能将你发福的脸庞修饰得精致小巧。3是优雅发簪盘发。当然，中长度的白发也有自己的专属发型哦，那就是利用一个基础简约的发簪，将头发随意的挽上，也可以将头发编成一个麻花辫盘上去，就算是随意穿一件 T 恤、衬衫、裙装，都能在夏日微风拂过肩，一举一动中透露出你的优雅与大气，美得让人挪不开眼。2. 不穿老年装。就算是95岁都没有大妈味，在大多数人的心中，95岁的年纪应该是裹着麻布衣衫，踩着洗得发白的黑色布鞋，坐在某个角落摇着扇子，聊着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八卦。但盛瑞玲奶奶却要凭实力打破大家对女人老了只能穿老年装的刻板印象，也正如她所说，从来都不输给年轻人。1. 风格的多元化。盛瑞玲奶奶在穿搭上不会只局限于一种风格，而是大胆尝试各种风格。比如她最喜欢的2种穿搭，优雅或者中性，她想让自己优雅时，便穿上长度及膝的半身裙、连衣裙，带上一个稍有设计感的胸针；而想要中性时，便换上一套经典的西装套装，手提一个皮质包，轻松拿捏2个风格间的平衡感。材质不同，呈现的风格也有差异。这还不够，比如同样是裙子，棉质更为休闲，而真丝材质贴肤度更高，也更有气质。因此在鞋子的搭配上，前者就适合舒适休闲的半拖凉鞋，后者则就是带跟的凉鞋，既不失女人味，又与裙子散发的韵味志同道合。2. 没有时髦元素的基础款，照样能做到吸睛有看点。1是一体感的搭配。所谓的一体感，不过是要讲究穿搭的协调感，这是因为不少人跟着时尚博主穿基础款，喜欢用混搭的方式，但放在现实生活中时，很考验一个人的搭配能力，可能一不小心就会产生严重的割裂感。那不妨直接照搬盛瑞玲奶奶成套的上衣与裤子的搭配，都采取白色，而白色与发色太过相似了，也不耐看。这时叠加一件霞光红的防晒衫在外，瞬间打破这无力的单调，但又不会产生违和感。2是进阶层次感穿搭。除了上面的简单穿法外，为了让穿搭更有看点，换一种穿法说不定效果更佳。比如叠穿，这里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数量上叠穿，而是颜色上的叠穿。
像米白色与纯白色两色之间的叠穿，将两个不同深浅的白色搭在一起时，瞬间让简单的穿搭有了层次感，与黑色裤子搭在一起时更是完美组合。另外，进阶穿法还有一个方式，那便是服饰的细节处理上，比如夏季离不开的 T 恤穿搭。如果你还只会穿圆领，那你真的是落伍了。真正有品味的女人都懂得在圆领的基础上加入纽扣的设计了，既不夸张又能转移别人的视线，从而达到显瘦的效果。3. 穿衣不花花绿绿也优雅的方式。方式1，简约色加轻设计。女人老了不穿着胡哨，基础服饰照样也能美得不一样。比如在穿着旗袍时，选一个基础提亮肤色的简约纯色，像盛瑞玲奶奶穿的绿色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配合裙肩下摆处的一朵小面积的荷花设计，瞬间让人身处荷花池边，感受不一样的视觉盛宴。方式2，注重身材比例。另外，身材比例的塑造也是一个方式。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的下降，身体会出现发福的现象，特别是腰腹位置，这个时候就应该学会适当的隐藏，比如连衣裙选择收腰款式，裤子选择高腰版型，或是利用松紧结合的穿搭方式，都可以将突出的肉肉进行一个完美的掩盖。方式3，加入有质感的首饰。当你察觉整个造型中缺少什么东西时，毋庸置疑必然是首饰。而说到首饰，大家总喜欢披金戴银，觉得这样才足够贵气有气质，实际上只会加重身上的俗气感。相比之下，盛瑞玲奶奶喜欢戴的珍珠项链更为恰当，看似圆润饱满的款式，自带的光泽感，大小适中的体积不足以挂齿，实际上却与你所追求的优雅气质不谋而合。3. 神仙奶奶这些变美的武器也不能落下。武器1，凉水洗脸。神仙奶奶不仅是在发型和穿搭上下功夫，很多我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反而是她变美武器。比如洗脸，在不少人心中，冬季就应该用温水洗脸，夏季应该用凉水洗脸，实际不然。在盛瑞玲奶奶这里，不管什么季节都应该用冷水洗脸，不仅能促进面部小血管的流通，让面部看起来更为透亮，还能在百岁年纪拥有50+的皮肤。武器2，保持让快乐不退休的心态。其次，让快乐不退休的心态也是神仙奶奶的变美武器之一。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会产生岁月不饶人的想法。事实上，你这是在变相的自我焦虑了。如果年龄真的能决定一切的话，那盛瑞玲奶奶是不是已经快要过2个分水岭了？没必要每天活得那么焦虑。要知道，无事发生的一天便是美好的一天。看完这些老年人的穿搭，才发现时尚无关年龄，优雅老去真好。在很多老年人看来，自己已经错过了穿衣打扮最好的年龄阶段了。当下时尚属于年轻人，但时尚属于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都可以追求时尚。所以老年人不需要总是因为年龄而焦虑，老年人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看完这些老年人的穿搭，才发现时尚无关年龄，优雅老去真好。1. 时尚无关年龄，老年人更要追求优雅。年龄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它只是数字。若是你将它看得过于重要，那么在搭配上就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一点从很多普通老年人身上能够得到结论。过于关注年龄的老年人，要么为了遮掩变老痕迹微扮嫩，要么就此放弃穿搭，放任老态。
对于老年人来说，正确看待年龄，正确看待衰老，将它们当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你会发现穿出优雅气质变得更简单。将年龄当成一切的老年人，在穿搭上非常容易走弯路，而且看不到自身优点，更难以在穿搭上做出突破。那些认为时尚与年龄无关的老年人，不仅对穿搭有着更多热情，也更容易打造个人风格，在时尚之路上更进一步。2. 注重形象管理的各个方面。将年龄当成数字不等于放任老态，真正将年龄视为浮云的老年人，在穿搭上比同龄人更加讲究。他们重视形象管理的各个方面，绝不仅限于追求时髦。他们重视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下面这些。首先是发型、妆容，可以看到，这次为大家分享的老年博主基本上都很重视发型与妆容。发型打理得干净得体，妆容起着修饰效果，格外美观，不显俗气。其次是服饰材质与剪裁，他们所穿的服饰简约而精致，剪裁、材质都在线，版型相对也比较宽松。另外，这些老年人也很在意穿搭有没有扬长避短，会尽可能点明腰线，露出足踝，或者运用上短下长、松紧结合、反剪结合等思路，进一步提升层次感，同时展现更优越的身材比例。最后可以看到，优雅老年人很在意造型细节，比如配饰运用、鞋子选择，甚至是外套的穿法。3. 优雅有很多种方式，优雅有很多方式，在穿衣风格上也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老年人要学会挖掘适合自己的穿衣方式，将优雅时尚进行到底。比如这位时尚奶奶自身驾驭能力比较强，喜欢用长裙混搭球鞋，酷帅优雅又摩登。穿衣大胆不等于俗气，事实上，女人即使到了奶奶辈这一阶段，也可以大胆秀出好身材，尝试各种个性时尚的单品，只要这些单品确实贴合你的气质。吊带衫、T 恤、短裤、短裙，又或者摩登洋气的连衣长裙，快点安排起来吧。美有很多形式，优雅搭配也有多种风格。不过对于普通大众，最稳妥的还是尝试简约休闲的日常风。T 恤、白衬衫、蓝色9分牛仔裤、球鞋、凉鞋，这些无灵感单品都可以助你塑造这一穿衣风格，打扮简约而休闲，美得优雅得体。4. 任何场合仪态都要得体。女人上了年纪后，身高有高有矮，体型有胖有瘦，选择的穿衣风格也不一定相同，但无论高矮胖瘦，都建议你始终保持得体端庄的仪态，不要因为身边没有人就散漫起来，不顾及仪态。气质靠岁月积蓄，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中体现出来，任何时候姿态都端庄慵懒的女人，会更令人着迷。年龄不是一切，对于老年人来说，当你放弃追求时尚、打扮敷衍时，才是真老了。所以即使上了年纪，也别忽略穿搭，认真打扮自己和挖掘个人风格吧。当你愿意用心生活、精心打扮，不为讨好谁，只为取悦自己时，你便会发现，岁月带不走的是你的仪态与风骨，时间留下来的是更闪耀的你。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